大家好，我是 Jack， 欢迎来到说走就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塞班岛的旅行攻略。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塞班岛位于大洋洲北部，北马里亚纳群岛上，是美国的海外领，但好像从美国本土没有直飞这儿的航班。我们从日本的成田国际机场起飞，在 check in 的时候被问到有没有 ESTA， 我心想有没有搞错啊？中国护照和 ESTA 怎么会扯上关系呢？那日本的空姐还是很认真的，我看她翻了好些资料，最后又找到了她的上司，确认了之后才放我们上的飞机啊。稍微说一下这个签证啊，塞班岛对中国护照是免签的，大家可能多少觉得有点意外，但事实确实是这样。就在快到的时候，我太太突然问了一句：“你确定去美国不需要签证？”下飞机后 Homeland Security 盖章就直接放行了。在这里想简单的说一下免签和落地签的区别。免签的英文是 Visa Waiver Program， 那么理论上你只需要出示护照就可以进入这个国家或者地区。落地签的英文是 Visa on Arrival， 那么理论上你仍然需要先取得签证，然后才能进入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只不过这个签证可以在入境口岸现场办理，那么时间一般都会长一些，而有的国家会收取这个签证的费用。入境后我们就去了预定好的哈发戴酒店，这时候是5一黄金周，酒店的人还不算太多。哈发戴酒店有私有的海滩，我们入住了 Crystal Tower 的海景房。现在觉得其实是不是海景房也无所谓，反正你也没有时间待在房间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大洋洲，感觉挺特别的。第一天我们起来后就去了附近的熊猫商店，商店的人帮我们找了当地的导游黄导。黄导是广东人，人很好。他先带我们来到一个叫 Hard Rock 的咖啡店吃早餐。吃完早饭我们就沿着岛的西海岸往北。我们首先来到了一个叫万岁崖的地方，这里的海水湛蓝，非常的美。很难想象在2战的塞班岛战役中，这里是日本人集体跳海的地方。由于对美军的妖魔化宣传，导致了很多无辜的岛民就从这里跳下去了。Even suicide. Fervent Japanese parents forced their children to swim out into the ocean. Our men rescued some of these children and together with natives and captured soldiers took them to internment camps and prisoner of war enclosures. 现在日本在这里盖起了慰灵碑，好像日本人对慰灵这个事儿挺重视的。在我们上一期介绍的加拿大的 Rogers Pass 也有日本人盖的慰灵碑。离开了万岁崖，我们就来到了日军最后的司令部遗址，这里还有日军当年的坦克、河岸防炮。塞班岛战役日方的指挥官是海军大将南云忠一，单说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啊，但如果说偷袭珍珠港，大家可能都知道吧。1941年偷袭珍珠港的正是南云忠一率领的日本海军第1航空舰队。偷袭珍珠港虽然重创了美军太平洋舰队，但当时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母都不在港内，而南云更是没有抓住时机扩大战果，给美国留下了日后反击的力量，所以这次偷袭的成果是有待商榷的。在中途岛海战的时候，又是这位仁兄的一通鱼雷换炸弹，炸弹换鱼雷的骚操作，彻底葬送了日本海军。当然战前美国方面就破译了日军的密码，所以中途岛的失利责任也不全在他。他的对手用 doctrinaire， 也就是教条主义这个词来评价他，还是很恰当的。作为前线的总指挥，他只做到了按部就班，这显然无法应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局势。他在塞班岛兵败身死，也许冥冥中早有定数啊。其实南云作为一员战将还是超猛的，他可以亲自操控航母躲避鱼雷的攻击。南云在珍珠港和中途岛的老对手美国海军上将 Raymond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塞班岛战役最让我高兴的莫过于看到了南云的结局。中途岛之后他被一度调离了前线，没想到在这里还能3度交手，并将他彻底击败。周围也有人开玩笑说他才是最大的抗日英雄，理由是要不是因为他一系列的失误，反法西斯战争可能还没有这么快结束啊。这个说法也有一定道理，虽然从体量来看日本的失败似乎是必然，但如果换一个高明的指挥官，拖住美国一段时间应该不成问题啊。从珍珠港到塞班岛，我们仿佛看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如昙花一现般的落幕。离开了司令部，我们就来到了鸟岛 Bird Island， 与其说是一个岛，不如说是一块离岸的巨石更为准确一些啊。这儿是很多海鸟的家。离开鸟岛，我们就来到了南洞，这是一个全球闻名的洞穴潜水圣地，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潜水爱好者。当然洞穴潜水是 Scuba Diving 里边段位比较高的，对潜水证也有一定的要求。离开了南洞，我们就开始上山，向着塞班岛的最高峰前进。从盘山道上观海景真的不错，在这里可以远远的看到天宁岛 Tinian Island，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啊，但另一件大事大家肯定知道。1945年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而当时投弹的 B-29 轰炸机就是从天宁岛起飞的。
如果要参观天津岛的话，需要坐小飞机过去。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啊。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塞班岛最大的湖苏索普湖。据说塞班岛战役失败的时候，日军在湖里投了毒，湖水至今都不能喝啊。快要登顶的时候，导游指着远远一处空旷的海域说：“你们看那里，那下面就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我们终于登上了顶峰，这里还有一尊耶稣像。导游说：“恭喜你们登上了世界最高峰。”这座海拔474米的山峰为啥是世界最高峰呢？原来是把马里亚纳海沟也计算在内了。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深度达到了11000多米，自然是远高于陆上的珠穆朗玛峰了。从山上下来，我们就前往下一个景点——鳄鱼头海滩。因为需要走一段泥泞的土路，导游换了越野车带我们前往。很快我们就来到了鳄鱼头海滩，是不是真的很像鳄鱼的头？这儿的浪很大，大家都玩起了冲浪，还是很刺激的。海滩上还有很多的寄居蟹，这是我们第一天最中意的景点。又多玩了一会儿，才颇有不舍的离开。离开鳄鱼头海滩，导游就带我们来到了土人农庄。这儿有好多的热带水果，有香蕉、芒果、榴莲，还有一种叫 noni 的热带水果，制成的香皂祛痘效果特别好。我们带了一些送亲友，用过的都说好。农场主还养了一只小蜥蜴，很乖的，不咬人。我们在农场休息，喝新鲜的椰汁，很惬意啊。离开农场，我们就来到附近一个叫 Santa Lourdes Shrine 的地点，这里是一个天主教的圣母教堂，入口有参天的榕树，山洞里供奉的圣母像。这里有一口许愿井，据说井水可以给你带来好运。这里还有很多美丽的鸡蛋花。晚上我们来到一家华人的餐厅，菜品都是新鲜的鱼，口感真的很不错。其实塞班岛上华人也挺多的，好像以前都是服装厂的职工。据说在这里生产衣服可以避开美国的关税。吃完饭我们也来到街上玩，商场里还有塞班岛的吉祥物塞潘达。第一眼觉得这只熊猫一定说谎了，所以鼻子才会变长。后来才知道名字里的塞原来是日语里犀牛的犀字儿，给熊猫长出犀牛鼻子，这是什么神创意啊！第二天我们来到海滩玩海上项目，我们玩的第一个项目是摩托艇，以前没有玩过，还有点担心，结果这个比开车容易多了，而且挺刺激的，但是需要注意速度，太快了还是会翻啊。玩完摩托艇我们又去坐了香蕉船，大家同坐一条船，如果你把脚放在水里就会溅起水花，引起后面人的尖叫，是一个很有娱乐性的项目。香蕉船把我们拉到了军舰岛，军舰岛真正的名字叫 Manaka Island， 那么为什么叫军舰岛呢？原来是塞班岛战役的时候，美军夜晚轰炸，把它误判为军舰，结果炸了一晚上都没有沉，天亮了才发现是一个岛。军舰岛的海滩比主岛还要漂亮，这里的海水晶莹剔透，有好多的鱼。我们玩起了浮潜，也就是那个 snorkeling， 推荐大家带一个水下相机啊，塞班岛也有卖一次性水下相机。热带海域的水下实在是太美了，鱼多的看不过来。玩完了浮潜，我们又玩了拖伞，这个稍微有点刺激，但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是用船拉降落伞，不是让你从飞机上跳伞。玩完降落伞，我们就在军舰岛享受着悠闲的下午时光。我们的导游显然是对美景司空见惯了，和其他几个导游在沙滩上打起了扑克。下午我们坐大船返回主岛，又玩了一会儿 kayak。晚上我们来到一位当地华人的家里，来品尝当地的特产椰子蟹。椰子蟹的英文名是 coconut crab， 这可是在别处吃不到的美味啊！据说椰子蟹生活在树上，只吃椰子，所以蟹肉非常鲜美。再配上点小酒和鱼，这次真的是大饱口福啊！第三天一早我们就去参加一个潜水项目。来到塞班岛不潜水可能会真的有点遗憾啊。潜水的门槛其实不高，只要你没有幽闭恐惧症就可以参加。下潜后的美景是平时难以想象的，可以看到各种海洋生物，喂鱼也是一大乐趣。参加完这个项目，你还可以拿到一个全球认可的课时证明，方便你以后在别处继续考证。如果你有时间在塞班多逗留几天，完全可以直接拿证。玩完潜水，我们又去参加下一个项目——潜水艇。我们先乘坐摆渡船来到海上，在这里换乘美人鱼号观光潜水艇，开始下潜。潜水艇带我们来到了海底，这里的风景跟潜水时看到的又全然不同。我们看到了据说可以给人带来好运的海龟，巨大的福分鱼，高水平的 diver 在潜水艇外表演起了杂耍。艇上用中、英、日、韩4种语言轮流解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大的珊瑚层，这些珊瑚层大约已存在了2000多年。海底还长眠着被击落的美军飞机。接下来是美国战斗机的残骸，在残骸的后部是2个非常大的螺旋桨。
和被炸沉的日本战舰。次に見えてくるのは第二次世界大戦中に沈没した日本の貨物船末広丸です。从潜水艇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美国纪念公园 （American Memorial Park）。这座公园是为了纪念在马里亚纳战役中牺牲的美军官兵和岛上的居民。这儿还有个二战博物馆。太阳就快落下去了，我们来到了海边，坐在沙滩上，欣赏海岛日落的美景。最后就让我们用一段当天潜水的影像来结束本期的节目。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旅游攻略频道，说走就走。